林佳龙好像没啥智商，事实上还真的蠢得跟猪一样，根本就没删到这个预算，是你自己印太少啊！预估是要印280万本，为什么要发包180万本？赖清德下令大家动删预算、动助预算都不要解，故意要制造删预算来搞大罢免嘛。民进党就是巨婴，宁可放着解冻案不顾，也不想提解冻。总预算去年炒到现在还在炒，从大的范围炒到个别业务费，明明送解冻案就好。民进党没有送任何一件来解冻，一件都没有，不写就是不写。这不是 PUA， 什么是 PUA？ 不是情了，什么是情了？我相信在很多的预算的业务费，还有很多的项目，你应该也都买了这个梗。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今天林佳龙跑出来说，办护照要快，10月安全存量要用尽，公本费收那么贵是干嘛的？继续骗，无耻外交部全部冻结好了，反正外交部也不干事，护照不是免费的。外交部只公开招标180万本，去年9月绝标，自己预估180万本，然后在预算删除说只能印180万本，这是在骗3岁小孩吗？品项名称114年提高台湾辨识度晶片护照180万本，自己只印180万本，在那边说哎呀没有钱啊，你删掉预算我只印180万本啊。外交部删预算恐一本都不剩，招标数字曝光，预估是要印280万本，结果总共印了286万本，那总共核发了69万本，也就是今年依照预估要核发209万本，大概短缺15到20万本。那你为什么要编180万本的预算呢？是北七是不是？骗北七也不能那么北七吧？但凡他有点智商，也不至于完全没有智商吧？看上去林佳龙好像没啥智商，事实上还真的蠢得跟猪一样，根本就没删到这个预算，是你自己印太少啊！所以这代表什么？去年8月编预算的时候就故意要制造删预算来搞大罢免。林佳龙说，确实是因为预算删减冻结，尤其护照部分内部评估10月就无法印制哦。去年你就知道你今年有209万本缺口，你为什么要发包一个180万本？摆明来乱的嘛！受不了这么智障的谣言都可以拿出来用，我也是服了民进党啊！外交部哭穷，12月护照恐一本都不剩。问题是，好，你就算要预算，你好歹写个解冻报告吧。预算已经公告了31天15小时，总共1413案的预算，民进党没有送任何一件来解冻，一件都没有，不写就是不写。我是中央部会公务员，我就问你，民进党中央政府要求部会扣住所属单位和3级机关已经准备好的预算解冻报告，拒绝提立院审议，是为了让你们的狗屁宣讲能够继续夸大，在一党动删预算、瘫痪政府、煽动裂解这个社会，这算什么爱台湾？这算什么团结台湾？你自己不送案子啊，然后呢，公务员都受不了了。在我看新闻之前，我能想到的是林佳龙去的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第二个，针对这题，我还没看新闻之前，我99.99%敢保证，绝对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质询做球给林佳龙。民进党立法委员陈俊宇在质询的时候，就直接问说：“你的这个业务费被删啊，并且外交领务局1.2亿的预算，那请问一下会造成什么样的困难吗？”林佳龙才把这个所谓的180万本护照的事情讲出。搭台演戏，2个戏说陈俊宇是最佳男配角，然后最佳男主角就是林佳龙。这2个人互相演戏，演给全国的人看。他们真的是东凑西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打点。还记不记得他们很喜欢打跟护照有关的议题？之前讲说这个北中南所谓联合服务中心预算的关系，所以关门嘛。之前他们打点是什么？以后办护照都要去台北，在中南部办不了，大家都已经就在讲这件事情，就说有谁办护照会去联合服务中心办？都嘛委托旅行社。你这些立法委员，领务局就在立法院的对面，哪一个立法委员自己去办的？也没有嘛。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他们很喜欢把护照这件事情拿出来当成一个打点。如果你从政治攻防的角度来说，其实护照是很有感，他释出这个所谓180万本这个消息，会用到今年的9月、10月就会用罄。当我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有点默默的心酸。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民进党现在用各种过去从卫生纸到手语老师到护照，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其实我们要总归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真的有缺钱，其实可以提解冻案。这件事
国民党要求的是送院会处理，送全院委员会，送院会处理。现在呢，林佳龙又在讲一件事情，他说除了解冻案这件事情，他有个他的解释以外，他希望的是解冻案交由委员会处理。不同了，这就有猫腻了，因为国防外交委员会民进党的人最多，各个委员会里面只有国防外交委员会是民进党多数，韩国瑜院长跟江启臣副院长都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那他们两个不参与委员会。林佳龙这个讲法就是说，我不是不想送解冻案，重点是你们都不送到委员会，你们都送到院会，希望可以回归到委员会。在讲这种所谓的骗外界不知道细节，拜托，还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就是因为国防外交委员会是你们人多嘛，对不对？无论今天是全院委员会还是国防外交委员会，解冻案你送，我不相信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这些在野党真的有需要的，他会去卡你。为什么当时是用动而不是用删？到底有什么区别哦？浮编烂编本来就是历任政府都会做的事情，我不可能编的跟去年一模一样，我一定编的比去年多。但是你真的有需要支出的部分真的有比去年多吗？本来就是有浮编烂编，这个都不要骗啊！马英九、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都有。在野党的立法委员，他的本质本来就要把多的水分挤出来，这个就是要删的部分。至于动的部分，冻结预算最重要的是要监督政府有没有去执行你的每一项预算。我要监督你，父母就是人民。今天父母给小朋友零用钱有2种给法，一种是一次给，另二种是什么？你要买什么，你来跟我说，我慢慢给。我不可能一次把全款拨给你嘛。你未来要做什么事情，你逐步的提交报告给我，我先给你3000，先使用，后面2000先不能动，让第三方监管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些党立法委员嘛。先动，等到你这3000块真的花完了，而且你的项目真的启动了，在做了，而且有成效，我看到实质的成果，你再提解冻案，我怎么会不解冻呢？人民就是政府的衣食父母。今天在野党的立法委员监督这笔预算，无论动还是删，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好像变成说删预算是天大的罪过，动预算是杀父仇人一般，好像说今天动跟删国家就运作不了。我们这句话大家已经讲了2-3个月，总预算从去年炒到现在还在炒，从大的范围宏观的总数已经炒到了微观的细项的个别的业务费，我觉得都很无聊。但是大家只要记得一个同样的脉络，他就讲说公务员自己都看不下去，明明有这么多的钱要花，明明都只是提解冻案就好，但是他们民进党政府行政院宁可放着解冻案不顾，他也不想提解冻。反正你动了我不要，我就是塞性得。我今天就是你把我动了，明明送解冻案就好。父母要给小孩子零用钱，小孩子说不管，我就是一次要5000，你不能3000给我，然后到另外2000。那现在父母就说那这样好了，你提报告给我，你跟我讲你剩下2000块要花去哪里。小孩说不要，我就是不讲，你让我饿死好了，你让我在街头饿死没关系。不是情了，什么是情了？这不是 PUA， 什么是 PUA？ 今天民进党政府就是在 PUA 全台湾的老百姓，这就是最直观的感受。所以总归来一句话，民进党政府就是巨婴。今天3000、5000这件事情很明确，叫你好好的解释，你要把钱花哪去，他不一定。我宁可饿死。拜托，你要饿死那是你家的事。全台湾还有这么多人，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因为你自己想饿死，你自己想用情勒的方法，然后就让所谓的预算被冻结的部分你不排解冻案？你这情勒嘛？其实这事情还可以再补充2个哈，一个是呢，他们真的在这个中南部的联合行政中心里面就把电梯给封了，因为蓝白3预算，所以你办护照很麻烦。不会因为多办公务员的收入就变多，就公务员上下班，他们甚至加班费还不能报，因为他们只要换国旅卡嘛。你明明知道明年会有个缺口，结果呢，你那个缺口你死活不堵上，你硬要让他缺20万，这是很夸张。过去他们在算的时候都是280万，各单位把预算书送到立法院，让立法委员审预算的时候，他当时就只招标180万，所以整整短缺100万本。很多委员可能没有注意到，而且呢，这180万本是你提的，我全盘接受哦。立法委员没有去删这180万本，第一个你已经短报了，第二个蓝白没有人去删你这180万，又不是说你去年9月报280万，蓝白把你删到180万，那我没话讲，不是嘛？本来就招标的是180万，所以就如同你刚刚讲，去年9月在送预算的时候，他心里就想说啊，我先送180就好，后面短缺的不够的，这个跟过去不一样的，等到我未来在大罢免的时候，我再来把这件事情爆出来。我相信在很多的预算的业务费，还有很多的项目里面，应该也都埋了这个梗，是真的点到老百姓的头上，因为真的很多人跑去抢要。这一题做的太假，释出这个讯息其实会造成另外一个影响。按照这个新闻这样释出，搞不好6月就用完。本来不用办的人，大家抢着办；本来有效期还剩下1年多2年的人，他也现在办。他怕说，那现在讲的是12月就没有了，搞不好明年也没有。在野党，所以我就说了，他想形塑一个护照挤兑事件，大家急得把护照呢赶快把它办一办拿出来，办一办拿出来，那挤兑就会造成社会的恐慌。社会恐慌之后呢，再把这个错全部安在野党头上，
啊，这不就是民进党要的吗？反正千错万错在野党的错，对啦千错万错国民党的错。对因为为什么国民党要害台湾不好？对因为国民党是中共同路人，因为国民党是中共的党，中共派来的，现在这是我们可恶的共匪，导致现在国会变成人民大会，所以国家才会那么悲惨。我真的看不出来，如果蓝白的立法委员没有被罢免掉，到底跟卖器官有什么关系？他们现在我真的觉得，从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到赖清德，请问一下有没有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台湾有出现过器官被卖掉吗？葛特曼我真的是话不，这种口号，他们如果自己都信，我相信这样的言论其实市场自然而然会淘汰。